Hello，我是林晴。羊毛毡真的什么形状都能做得出来哦。这次的教学重点是要怎么做出规律的圆形呢？如果能够让每一个作品都很规律，相信客人也会觉得更加精致，更想购买哦。这次我要做的是4.6克的钥匙圈。那我先凭感觉抓出一些羊毛之后呢，将羊毛卷起来，用搓针搓几下，让羊毛不会松开。接着呢，我们称称看是否已经4.6公克了，不够的话我们再补一些毛。4.6克的羊毛看起来很大，但是我们经过搓刺以后，它会变得像橘色的羊毛毡一样小小的，因为呢羊毛会越缩越紧。接着我们拿出这种镂空有洞洞的泡棉板，把羊毛拿起来，把镂空的泡棉板放在这个工作垫上面，再把羊毛毡放上去之后，开始沿着边边搓刺。那因为这种泡棉板也是软的，所以呢搓针搓到的话并不会断针。如果没有这种泡棉板的话，也可以使用食物的模具，就是烤饼干的那种模具，但是因为烤饼干的模具是硬的，所以使用上呢就要小心，不要让搓针搓到模具，否则的话有可能会断针哦。我们呢不断的开始大面积的搓刺，把溢出来的羊毛都紧紧的搓进去，大概搓个5分钟左右，就可以感受到羊毛明显的缩小了。正反两面都要搓刺，所以呢你可以搓5分钟之后反过来再搓5分钟，不断的搓刺，直到羊毛呢变得很坚硬的状态为止。羊毛毡呢非常的简单，只有搓这个动作而已，但是呢它绝对不是可以快速完成的一个手工艺，所以呢请有耐心的慢慢搓刺哦。好的，我们搓刺了一阵子之后，看起来虽然羊毛已经成型了，但是还不够结实哦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在柔软的棉花上面，如果放了一个物品，是不是棉花会沉下去？但是如果你是放在石头上面的话，物品是不是可以很稳定的站好？所以呢，相对来说，我们的羊毛也是柔软的状态的话，待会上面的文字或图案就会很容易陷下去，变得整体凹凸不平的感觉，会很不整齐，也会很不好看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反复的搓刺，正反两面搓刺，直到它变得结实饱满的状态才可以哦。我们现在呢，可以检查一下表面是否有一些瑕疵。如果有瑕疵，看起来有一点坑坑巴巴的这种孔洞的话，我们可以呢将一些羊毛撕成薄片，这样不规则的撕散之后，铺在这个瑕疵上面。接着呢，再用针搓一搓，有点像化妆一样，把这个痕迹盖掉。现在呢，我们的作品已经非常的结实咯，但是呢，表面的孔洞还是很大。我们可以使用细针或者极细针搓刺，每一面都搓刺5到10分钟左右，表面的孔洞就会缩小很多咯。还有一个小技巧，就是可以用手指头的力量将羊毛压扁，用手指头的力量呢，在表面摩擦摩擦，揉一揉，捏一捏，这样孔洞呢也会比较密合哦。甚至我们还可以这样子敲打几下，也可以让孔洞更加密合。这样子整体看起来是不是就很光滑了呢？而且表面的洞孔也很小哦，看起来也会更精致漂亮。
们现在来到我最喜欢的部分了，就是在上面设计图案，不管是名字、英文字，还是日期，还是其他的动物形状，都可以先用水消笔画出来。我们用戳针代替画笔，羊毛代替颜料，拿出喜欢的颜色，在这个羊毛身上面呢，做出喜欢的图案吧。今天呢，我想要做的是 Mark 这个英文名字。那我们先拿出想要的颜色之后，将羊毛抽出细丝，用手指头的力量卷一卷羊毛，把它揉成一条线的样子。那我们可以先预想一下想要几条羊毛丝，就看你的文字或者是图案大概需要几个笔画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前先准备好羊毛线。比方说 Mark， 我可能就会准备7到10条线。准备好线条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慢慢的把这个羊毛线戳在我们的图案上面咯。这样子我们的作品就完成咯，快做一个给心爱的家人或朋友吧。如果呢，作品上面有水消笔残留的蓝色痕迹，我们可以稍微喷一点水，再用卫生纸稍微擦一下，这个水消笔的痕迹就会消失咯。我们的作品就完成咯。那这种平面的作品呢，可以加上钥匙圈，或者是粘上磁铁，或者是缝上一个别针，都会非常的可爱哦。